好热。闭嘴！是不是很热？要不要我帮你凉快一下？不对，你没有中药。已经晚了。这簪子上涂了精妙的软筋散，可以让人瞬间失去意识。怎么他还没倒下？不好，有人闯进来了！快，站住！屋中传来的。主子，和侍卫说了，您身子不舒服，明日再启程回京。那个东西，确定在黑云寨寨主的房间？确定。今夜，只要拿到那个东西，就可以阻止前世全家惨死的悲剧。镇北大将军中天际通敌脉搏，自知罪孽深重，放火烧佛，畏罪自杀。老天垂怜，竟让我重活了一世，还让我遇到了师傅，不仅治好了我娘胎自带的弱症，还习得一身武功。这一世，我不再是那个体弱多病的将军府嫡女，定要找出前世污蔑我将军府的凶手，上阵朝廷。这就是黑云寨寨主王大龙的寝室了。上一世，朝廷就是从这里搜出父亲与黑云寨来往的书信，污蔑父亲私募重兵，通敌叛国，导致我将军府灭门。今天，只要我拿到那封信，将军府的覆灭危机就能避免。小美人，大人交代我办的事办完了。这迷情香可是师傅秘制，男人闻之必定难以自持，对女人却是无用。好快活，快活！找到了，只要这封信不落入朝廷手中，父母弟弟的性命就算是保住了，也不枉我重活一回。你是谁？你为何会在这儿？我若是说我迷路了，你相信吗？你是说穿着夜行衣迷路到这黑云寨？快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有何目的？该死，这人不像是黑云寨的山匪，他到底是谁？他这症状，天不亡我，他也中了迷情香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将计就计。好热。现在凉了吗？该死的男人，一点都不怜香惜玉。好热。好热。闭嘴！是不是很热？
要不要我帮你凉快一下？不对，你没有中药。已经晚了。这簪子上涂了精妙的软筋散，可以让人瞬间失去意识。怎么他还没倒下？不好，有人闯进来了！快，站住！无中传来的！这狗男人竟然还留了一手，害我差点被发现。好在还是顺利把这个带出来了。来而不往非礼，你划伤了我的脖子，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哪儿来的狗东西，敢坏本大王好事！世子，世子，被劫色了。世子如何了？世子无性命之忧，只是这簪子上被人下了让人昏迷的药，才导致世子昏睡不醒。待药效过去，就能醒来。那就好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刚刚我把脉时发现，世子有中了迷情香的迹象。这迷情香，会用簪子行刺的应是女子。女子迷情香衣冠不整，世子当真是去剿匪了吗？让世子受伤，属下该死。那个女人可有找到？世子难道是惹了情债被算计了？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应是往后山去了，但后半夜下了一场大雨，未寻到踪迹。啊，不过这个是当时您手里攥着的簪子。倒是小瞧他了，把你们发现的都说出来吧。昨天你一发出信号，我们就立马冲了进去，然后就发现什么？衣衫不整，春光乍现，面色潮红，欲求不满。好热。我是问你，黑云寨有什么发现吗？有，我们经过彻夜的彻查，在黑云寨找到了金银珠宝数十箱，粗算下来，价值应该不少于100万两。起来吧。哎，王大龙那边可有什么异样？如世子猜测，王大龙那边呢，确实不太对劲。起先我们抓到他时，他并不害怕，反而引导我们去搜他的屋子。不过我们确实在他的屋子里面找到了一处暗格，可里面并无东西，他反而神色有些慌张。根据我们之前的线索来看，这王大龙应是与朝中之人有所勾结。既如此，他应该害怕被发现才对，为什么还会引我们去搜东西啊？那他如果被发现证据的话，岂不是就死定了？哎呀，我们昨天审了他一夜，结果他什么也没吐出来。王大龙想让我们发现的东西，被人提前拿走，所以他慌了。什么东西啊？那就要问这只簪子的主人了。
主子，嘘。主子此行可顺利？还算顺利。你呢？可有被他人察觉？我一直在屋里没出去，饭食也是让人送进来的，大家都以为主子一直在昏睡着。主子，你受伤了。好热。现在凉了吗？一点小伤，用头发遮一遮，再用东西把它盖住，就没事了。昨晚那个男人身份肯定不一般，还得小心防备。不过在外，我可是体弱多病的将军府嫡女，怎么也和那个女贼联想不到一起了？可惜没看见那女贼的真面目。去调查画像上的人和簪子，有任何情况随时汇报。是。这画像上的人，不会就是轻薄世子的女子吧？光看眼睛就感觉貌美。世子，嘿嘿，其实你也不算亏啊。舌头不要，可以割掉。属下再也不乱说话了。算了，此事不必声张。这件事，本世子亲自调查。大小姐身体可恢复了，今日是否启程回京？哎呦，这姑娘长得真美，只是身子似乎不好。我身体已无大碍。这架势，今日可以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。大小姐真是体弱。走吧。你没看到马车上挂着的牌子吗？那是镇北大将军府上的。这位想必就是将军府接回的大小姐了。哎呦，听说镇北大将军府的小姐文武双全，是京城闺秀中的佼佼者。可这位哪里像是会武功的样子呀？你说的那是庶出的二小姐，这位才是将军夫人嫡出的大小姐。当年将军夫人虽身怀有孕，却坚持和镇北大将军一起上阵杀敌，导致孩子出生自带弱症，适应不了京城寒冷的气候，于是送至外祖家苏城养病，先要及笄一亲，就接回来了。哎呦，难怪啊！你看我阿姐，阿姐，哎，服什么服？本公子好得很。服什么服？本公子好得很。阿姐，阿姐，快走！要不是你们小题大做，我昨日就去接阿姐了。阿姐，累不累呀？不累。走吧，阿姐。走吧。阿姐，你怎么哭了？啊，是不是太想我了？是啊，阿姐太久没有见你了，阿姐很想。我就知道，阿姐最想的是我，爹娘都比不了。痛吗？就这点小伤，明日就好了。在阿姐面前还装啊！痛死了，阿姐。明明是最怕疼的小孩，前世在临死前也没有喊过一声痛。这一世，阿姐定会护好你。钦差办案，路上行人速速闪开！吁！怎么是他？这不是昨晚被我捅了一窟窿的死男人？怎么才刚进城就碰上了？阿云，你可知外面那些是什么人？阿姐，那是晋王世子景云豪，也是现在青云卫的指挥使，现在应是骑士，我们要让他们先过。竟然是晋王，不知道有没有被认出来？刚刚那个女子，青云卫奉旨捉拿逃犯，
还请车内之人下车配合检查。这个死男人可真难缠，难道只一眼他就看出端倪了？阿姐，你好生坐着，我下去看看。指挥使，车上只有我和我阿姐2人，并无讨饭。阿姐体弱未寒，实在不便下车，还请指挥使行个方便。本指挥使办案绝不可能徇私，只是下车检查片刻而已。你那不是镇北大将军府的马车吗？镇北大将军守护边疆，战功赫赫，府中怎么会有逃犯？阿云，过来扶我下车。难道真是我眼花了？这和那晚的女贼截然不同。阿姐，慢点。不对，眼睛，他的眼睛很像。抬起头来。指挥使还请说话放尊重些。我阿姐不是你能随意审问的犯人。姑娘不敢抬头，是心虚吗？阿云，让大家退下。指挥使好好看看，我与你说的逃犯长得可一样，都是一样的姓某，但那女贼的眼神灵动皎洁，眼前这位钟小姐美则美矣，却没什么灵魂。指挥使可看好了，若是无事，还请放行。那女贼脖子被我划伤了，这儿的衣领，这儿的衣领，打开。小女子初入京城，不知是哪里得罪了指挥使，竟要如此折损小女子的清誉。指挥使，你休要欺人太甚！我阿姐如此柔弱的身子，怎会是逃犯？你若再是纠缠不休，就算闹到御前，我将军府也要讨个公道。阿云，休要无礼。指挥使只是秉公办事，父亲知道此事，也只会赞赏指挥使攻城不阿。怪我这身子骨实在太弱。钟将军守边关数10年，劳苦功高，这可是功臣之女，怎可如此对待？就算敬我，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？世子毕竟是镇北大将军府的姑娘，大将军回朝述职，风头正盛，不可太过。放行。今日唐突姑娘，改日定到府上赔罪。这青竹幽香如此熟悉，还好没被发现。阿姐，你是不是被郡王世子吓到了？阿姐别怕，他虽是皇亲国戚，但我们镇北大将军府也不是吃素的，我们都会保护你的。这一世，让我来保护你。双儿，你长姐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你怎可面露不悦？小心你父亲生气。都怪你，我们在府里的地位才如此低下。哎呀，这是吗？是。玉儿，爹，娘，娘，快跑！月儿，快让娘瞧瞧，手都冻成青玉簪子了。
哎呀，可怜我们的玉儿，这鬼天气！她是嫡出又如何？病恹恹的，哪里像是将军府的女儿？只有我才配得上镇北大将军女儿的名声。上辈子出事的时候，我并没有看见他们母女，不知是已经死了，还是逃走了，又或者他们就是内奸。进去，娘亲手给你煨着汤。啊，是，你娘可是熬了3个时辰呢。走。妈娘。双儿，咱们回去吧。凭什么？父亲如此疼爱她，哪里比得上我？墨香，去给三皇子传信，说我明天会去城外温泉。是。父亲，你会知道的，谁才是你最值得疼爱的女儿。主意，你先去外面守着。是。玉儿，怎么了？父亲，看看这个。栽赃，这是栽赃！我镇守边关数10年，痛恶辽贼至极，怎会与辽贼勾结，通敌叛国？这是谁写的？谁要陷害我？父亲母亲看了信，应该大致猜到了。信中以父亲的名义与黑云寨来往，一路南下，私招兵马，且私藏兵器，届时与辽国里应外合，攻入我景国。狗屁！一个小小的黑云寨能成得了什么气候？我中天骑就算是要反，能与一群乌合之众合作？想必父亲也知道前2日黑云寨剿匪一事，若此信件被当众搜出，父亲以为后果如何？通敌叛国，诛9族的死罪啊！这是要我们将军府全家人的命啊！此等无稽之言，陛下断不会信。可这上面的印章，我看确实是你的私印。这竟然真是我的私印！我的私印都放在书房之中，日常也有守护看着，而这人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书房。父亲，府中恐有内鬼啊！能如此算计我将军府之人，大抵是朝中之子。前朝之事由夫君去查罪为何事？至于府中的内鬼，我来查。敌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这件事不能打草惊蛇。出了这门之后，我们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切照旧。云儿，你的腿受了伤，这阵子你就待在私塾，好好上学，近期不要再出门了。夫君，看来云儿的身世怕是已经泄露了，我们都被盯上了。看来幕后之人已经得知云儿其实是皇后那个早夭的4皇子啊。当年若不是明觉大师说云儿福薄，养在宫中必会早夭，皇后又何须将她送来我们抚养？如今圣上病重，却迟迟没有立太子，想要害韵儿的，难道是哪位皇子？主子，朱灵霜刚刚偷偷出城去见了3皇子，2人举止亲密。3皇子身为严贵妃之子，风头正盛，大家都猜测他很快就会被封为太子。而且严贵妃的母家严相在朝中权势滔天，又与大将军政见不合，一向势不两立。这幕后之人，难道是3皇子？那府中的内鬼，难道就是钟灵霜？林姨娘呢？林姨娘暂无异样，她在府中一向低调，只在屋中绣绣品。你先继续盯着林姨娘母女，有任何异常都要来告知我。哦，对了，你再去帮我准备一点泻药。主子，你要泻药做什么？自是礼尚往来，某人白日羞辱了我，这儿的衣领打开，这仇自然是要还上的。世子，当心着凉啊！不必，
定是有人在背后骂我。审问的怎么样了？那大当家还是什么都不肯说。不过咱们的人抓到了他们的二当家，还没怎么用刑，他就全交代了。他说他偷听到了大当家与一神秘人密谋，要陷害镇北大将军通敌卖国，怕被连累，所以连夜逃下了山去。有意思，看来昨天晚上那名女贼就是去偷罪证的。那她的身份估计与镇北大将军府有关了。派人盯紧将军府，尤其是那位钟大小姐。您这不会是白天见到了钟小姐的样子，看上人家了吧？那画像上的女子，我是不是不用抓了？滚到本世子看不见的地方去。是。迟早有一天要被这个蠢货气死。让我帮你疏通肠胃吧。世子，王妃让人备了鸡汤给您，我放在您房间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正好探听一下消息。世子，有一批死士前来刺杀赵壮，看来他所言应是真的。背后之人不想让栽赃镇北大将军之事暴露，故而想要杀人灭口。哦对，另外我在这批死士的左臂发现这个奇怪的图腾，应是身份标记。可惜离得太远，看不清。在死士身上留标记，你说对方是故意的，还是蠢？他们提到的赵壮，应是能证明将军府是被陷害的关键证人。先去查，看好赵壮，别让他死了。哦。而他们说的死士身上的图腾，无论是不是幕后之人的身份标志，既然对方想让他们看到，顺着这个图腾，定是能查到一些东西的。世子，这鸡汤您要不还是趁热喝了吧？差点忘了这事儿。多喝点，一会儿多上几趟供房，我正好去看看那图腾长什么样。母亲每次熬的都太烫了，先放着吧。热水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先退下吧。是。不能探，不能探，眉色无人，得赶紧去看图腾。谁在那儿？无耻！沐浴还带暗器，自是比不过偷窥本世子沐浴之人可耻。让本世子看看你的真面目。他是又要非礼我。主子，你受伤了，怎么浑身还都湿了？没事，待会儿我给你画幅图腾，你去查一下。好。
主子，我去请个大夫过来吧。不可，外面有人在盯着我，我受伤这事儿不可声张。那我们先去换身衣裳吧。先备水，我要沐浴。可您的伤处不宜此刻沐浴。无碍，那狗男人竟然还出来泼我一身水，刚刚那一脚还是踹轻了。哼，不过现在晋王府应该乱套了。快看一下，世子这是又中春药了。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胆敢上了世子那儿？我可真狠呐！快说！你就说，能不能治？世子，何妨让在下看看伤处啊？世子，不可讳疾忌医呀！过来！幸儿没伤及根本，儿时涂上膏药，好好休养一段时日，也就歪了。此处微弱，世子此后还得小心护着。这得克制啊！克制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该死的女贼，竟用如此下三滥的招数！去调查镇北大将军府，今晚出入之人逐一排查，尤其是钟大小姐。是。等等啊，去把那碗鸡汤给我端来，等会儿不喝，母亲一定会念叨。好。世子，快去叫魏大夫！好。魏先生，快！世子好像又中毒了。什么症状啊？就喝完那碗鸡汤之后，就狂泻不止。世子，主子，您终于醒了。怎么回事？您昨夜发起了高热，在浴桶里昏迷了，我只能去请了大夫。该死的女人，竟还下了泻药！简直无耻之极！待我抓到她，定要将她大卸八块！钟大小姐哪里可有异样？她可有请大夫？世子，钟小姐今日和府上的一群婢女坐马车一起去了彩云阁，购买布料和首饰，并无异样。府上的话也未请过大夫。这将没有异常。她一个病弱到连路都走不稳的人，会为了点衣服首饰就冒着风雪出门吗？那个彩云阁可有后门？哦，有，属下这就去查。世子，果然如你所料，彩云阁的掌柜说，当时店里人太多，前门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有一位婢女打扮的姑娘说，自家主子钱未带够，急着回去取钱，所以他就让人从后门先走了。没过多久啊，那位姑娘又带着穿着一样的女子，说是要一起帮忙拿东西回府。人去了哪里？不知哦，但属下查了附近的医馆，昨夜刚好有一位女大夫被人请去出诊。准备点东西，就说本世子唐突了钟姑娘，要亲自上门赔礼致歉。是。主子，我昨日装成你的样子去了彩云阁，派人从彩云阁后门溜出去，请了叶大夫过来，没叫府外盯着的人看出来。那就好。大小姐，将军请你去一趟前厅。父亲那边是有什么要事吗？靖王世子上门了，说是要给你赔礼道歉。这该死的男人真是阴魂不散。你去告知父亲，我即刻便去。主子，
这晋王世子定是怀疑上了你，你能不能不去啊？当然不能，我要是不去，他岂不是更加怀疑？怎么样？好一个我见犹怜的病弱美人！贫嘴。父亲，世子，快，先扶月儿坐下，先坐。月儿累了吧？你的院子离前院如此远，怎么还走过来啊？不知父亲叫我过来，所谓何事？钟姑娘，那日是我冒犯了，还请勿怪。世子客气了。姑娘身上的伤可好些？我这里有上好的金疮药。什么伤？月儿受伤了？死男人，这就是明晃晃的试探。什么伤？世子为何这么说？啊，不是吗？那日我见一女医进了将军府。糟糕！如意，是你请的女医吗？是奴婢。奴婢月薪不调，又怕被人笑话，所以才……那现在可好些了？好些了，多谢主子关心。姑娘无事就好，是在下误会了。世子对将军府的事还真是了如指掌，连我都不知婢女请了医，还劳烦世子费心了。还有一事，他此番上门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那日我捡到了一个簪子，不知是不是姑娘的。钟姑娘，是不是你的？我不认识此物。月儿，这簪子怎么……月儿别怕，世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若是做戏，那演技着实不错。不过那夜的女贼，不也是如此慧眼？抱歉，吓到姑娘，是我想差了。如此骇人的凶器，怎么能是钟姑娘的呢？想来能使此物的，应是些阴险、卑鄙、无耻之人。死男人，竟然指桑骂槐，给我等着！世子，黑龙寨的王大龙招了，说与他背后密谋。闭嘴！说是背后与他密谋。闭嘴！回府。告辞。我看那小子不像是真的来道歉的。月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父亲啊？哼，该死的臭小子，肯定是想要我的女儿，如此无礼，门儿都没有。月儿，你放心，为父绝对不会让那小子对你如何的。这误会着实有点大了。刚刚那侍卫说的话，与王大龙合谋之人，不就是陷害将军府的幕后主使吗？主意，你去找。是。人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快把人带上来！那女贼如此轻易的就上钩了。嘿嘿。本世子早就知道了你的身份，钟姑娘。钟姑娘，你是谁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小人只是路过，小人真的什么都没有干呐！求大爷明察。古月，属下在。这就是你抓的人？是啊。哎呀，他刚出现在大牢门口，我上去就把他擒住了，简直轻而易举。世子，您就是太谨慎了，就这么个小毛贼，何须调动上百青云卫啊？您还亲自作战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一个人就够。够了。
给我看看他有没有易容。哎，是。你疼啊！哎呀啊！哎呀！世子，他没有易容。说，谁让你来的？是一个叫倪真春的，我和他赌钱赌输了，他让我穿这件衣服呀，来这里走一趟，我和他的赌债呀就一笔勾销。怎么有人叫这种名字啊？你真蠢！你真蠢！他骂你的，你还傻傻听了。世子，我们好像被人耍了。是啊。主子，您的计策果然厉害，晋王世子气得脸都变形了。让他算计我，如此机密的事，青云卫的人怎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说？只是为了引我上钩罢了。月儿，母亲，快看看母亲给你准备的，你可喜欢？母亲，这也太多了。一点儿也不多，你刚回来，这衣裳首饰总是缺东少西的，多备一些。您准备的这些，女儿都很喜欢。女儿喜欢就好。明日就是你的接风宴，母亲定要为你办得风风光光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我的女儿有多么的优秀。来，钟灵月，就让你再得意一会儿，明日我就让你在全城权贵面前颜面扫地。世子，我们一定要偷偷摸摸的躲着吗？什么叫偷偷摸摸？我们这是在查案，这女贼太过狡猾，我们在暗处才有利于收集证据。哦，这钟家还专门为大小姐准备了接风宴，真是气派啊！那又如何？从小养在乡下，一举一动肯定上不了台面。是啊，我还听说她是个病秧子呢，肯定面如枯槁。我看啊，还不如那庶出的二小姐。请大小姐出东房。来了来了。今日设宴非比寻常，此乃为吾心头之肉、掌上之珠月儿陈科数载远居他乡调养，今朝终得康健归家，特备此接风洗尘之宴。恭喜钟姐，大小姐出东房。终于能见到大小姐了。是啊是啊。快看，好美，竟如此绝色。来，慢点。这钟家大小姐竟然如此貌美。是啊，不愧是嫡女，这气度果真不同。哎，世子，你说这钟家大小姐是不是很美啊？你是不是眼睛瞎了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世子刚才明明看呆了。除了身份差距，我哪里比不上钟灵月了？等会儿我让她当众出丑，看他们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墨香，今日是大姐姐的接风宴，妹妹特意准备了礼物送给大姐姐。终于忍不住了，那就谢过妹妹了。姐姐可还喜欢这礼物？咱们的父亲是大将军，母亲也跟着父亲上过战场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想必姐姐也定如母亲般文武双全，故特意让人打了一柄剑送给大姐姐。妹妹虽自小习武，但都是些皮毛，定是不如大姐姐，还望大姐姐能指点一二。她倒是好算计，整个将军府的人都会武，而我一个嫡长女却什么都不会。
连个庶女都比不过，这是要让我颜面尽失，好来衬托她呀。大姐姐，你这是不喜欢妹妹送的礼物吗？我很喜欢，二妹妹有心了。那大姐姐要不要试试？没想到这将军府的二小姐也不是个善茬啊。世子，您说面对二小姐的挑衅，钟大小姐会不会发作啊？不会啊？为啥不会啊？她当下不会发作，但之后就不好说了。来人，二小姐身体不适，送二小姐回去。父亲，女儿只是想让姐姐指点武艺，刚好今日宾客皆在，又是姐姐的接风宴，让大家见识一番。你怎么能？既然妹妹想要请教，那我作为姐姐的也不能推脱。月儿，你身体不好，无需这般。月儿，不要勉强。月儿，他还真是随时随地都能演啊。世子，您说我们会不会真误会了？这钟大小姐看起来真挺柔弱的。姐姐你的身子，这钟家大小姐如此身份，将来肯定是要做嫡妻的。要是日后无法延育子嗣，那可是影响家族传承的呀。这如此孱弱的身子，谁还敢与她一亲啊？大姐姐啊，大姐姐，你是嫡女又如何？就你这样的身子，看哪家愿意娶你，还不是要遭人嫌弃？姐姐，我不知你的身子静，既然这样，不如算了。不必，主意在。只是指点，费不了什么功夫。那妹妹开始吧。姐姐此话何意？妹妹不是要我指点吗？你不露一手，我要如何指点你的功夫？既然大姐姐不会武，想必也是看不懂。妹妹怎知我看不懂？妹妹不是从未见过我，不了解我吗？如今又熟悉了。今日诸位宾客都在，妹妹还是快开始吧。我们将军府之人，自是要说到做到的。二小姐，请吧。表演就表演，我的剑术不差。钟灵月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，一会儿要是指点不好，说错了话，那么丢人的还是他。哼，那双儿就在各位长辈面前献丑了。大姐姐，还请指教。你确定要让我说？要不还是不说了？哼，我就知道，一个整天缠绵病榻的人，怎么可能看懂我的剑术？现在想含糊过去，没门儿！我今天必须要让他把脸丢尽。大姐姐，你就说吧，有什么不好的，妹妹会去改进的。这么多客人都在，要不还是等席散了再说。大姐姐，方才你说要在各位长辈面前指点，这会儿要是不说，岂不是让大家笑话你是自吹自擂？那我们将军府的脸面何在啊？罢了，既然妹妹想让我说，那我便说了。只是我说完后，还请妹妹不要生气。姐姐尽管说就是。妹妹的剑术漏洞百出，漏洞百出。姐姐，你根本就不会武功，根本看不懂我的剑法，为何如此贬低我？妹妹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方才怕妹妹落了面子，所以我才欲言又止。可我见妹妹也是虚心接受建议之人，才敢直言相告。若是早知道妹妹接受不了实话，那我宁愿自己被人误会，也不该说。那既然姐姐说我的剑法有问题，那还要姐姐说说我哪里不对？要不还是不说了吧。
我怕妹妹。姐姐尽管说就是，妹妹受得住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既是指点，恐怕光说也不好领会。这样，妹妹将方才的剑术再演示一次，我也让竹意按我说的与你过招。区区一个婢女，等我赢了她，让你颜面扫地。墨香，拿我的剑来。多谢二小姐费心，奴婢用这个就好。竹意，攻他下盘。二妹妹，习武之人，基础功最为重要，若下盘不稳，则难以持久。快扶二妹妹起来。二妹妹，你没事吧？都是我不好，快把二妹妹扶回去，再去请大夫好生瞧瞧。是，我原本以为这钟家二小姐还真是文武双全，现在看来都是谣传。这二小姐武艺一般，人品更是不行啊！这大小姐几次三番想给她台阶下，她还咄咄逼人，最后自己丢了如此大脸。是啊，大小姐被庶美刁难，还如此为她考虑，真是懂事，有大家风范呐。我没事，大姐姐真是好本事，妹妹受教了。妹妹过奖，妹妹回去好好练习，一定能有所进步。墨香，我们走。是。她们姐妹感情好，只是互相切磋一下，小打小闹的，让各位见笑了。已经到饭点了，诸位请移步入席吧。这钟大小姐张张嘴就把这二小姐收拾了，也看不出来她到底会不会武啊。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走，本世子带你去看戏。这是布丁了。这个贱人！这是气死我了！钟二小姐的屋子。世子，你不会说来看戏就是看这个的吧？你说她今日如此丢脸，最恨的人是谁啊？那自然是钟家大小姐。要不是此刻她被关在屋子里，怕是早出去找人报仇去了。哎，世子，您的意思是？把看守的人引开。感情是你自己看戏，把我当靶子啊！有刺客！哎，谁？是谁？现在府中的内鬼还没抓出来，而这钟灵霜却在此时跳了出来。难道内鬼真的是他？主子，二小姐院子里有刺客。有刺客？抓到了吗？还没，侍卫去追了，二小姐趁机跑了出来。奴婢看她往这边来了，这是又来试探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走走。哦，那奴婢就不耽误主子钓鱼了。去吧。是。别追了！来人！快来人！来人呐！二妹妹，你怎么了？钟灵月，是你，都是你，让我成为了所有人的画饼。二妹妹，今日之事，我也不知会这样。钟灵月，都是女儿，凭什么父亲对我不闻不问，对你却关怀备至？今日本该风光的人是我，而你却让我成为了所有人的笑柄。所以你想杀了我和父亲？对，杀了你，我就是要杀了你，父亲就能看见我了。我就是父亲唯一的女儿。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自己一不小心落水死了，这一切都只是意外而已。大姐姐，你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看来内鬼应该不是他，
他只是想让父亲对他另眼相看，将军府覆灭不是他想要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也该轮到我反击了。被逼到了死路，这装模作样的钟家大小姐，终于要反击了吗？阴魂不散的死男人！不行，这人明摆着是来抓我现行的。钟灵霜估计也是他引来的，此刻我绝不能露了马脚。这冬日的湖水如此冷，若是身上还带着伤，掉进去，怎么也得折腾掉半条命。他敢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他真敢！钱运恒，你故意的是吧？伤口都没好就捏上来，我好心救你，你却要害我。钟姑娘真是狠心啊！也是，毕竟钟姑娘连自己都下得去手。本世子佩服。好痛！这男人故意捏在了我的伤处，他还在试探。怎么碰到姑娘伤处了？姑娘脸色怎么如此苍白？世子在说什么？我并未受伤，只是刚才被吓到了，多谢世子相救。但男女授受不亲，还请世子将我放开。男女授受不亲？黑云寨那日，那是迫不得已，我才没想占他便宜。世子怕不是认错人了，还请世子放了我。前几日有一女贼划伤我逃走，不过我在那女贼脖颈处留了记号。镇定，不能被他看出来自己心虚。什么记号？世子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姑娘，真不懂我在说什么。姑娘，真不懂我在说什么。这就是世子说的来看好戏啊，来看他英雄救美。哎，不对啊，不是说好来试探钟大小姐会不会武功的，他这怎么还救上了？多谢世子相救。他为什么会来救我？不是要看我露马脚吗？我为什么会去救他？我也像周月一样，脑子被驴踢了吗？主子，你怎么浑身都湿透了？快随奴婢回去换身衣裳，不然病情又得加重了。先告辞了。世子，真男人啊！以后不用时时盯着他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我终于不用在寒风中蹲着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买条棉被裹着了。啊？那这么说，钟大小姐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女贼啊？不，就是她。您又没看她的脖颈，怎么确定的？仙女子头发查看脖颈，既是损人清誉，也是侮辱人。我不屑如此，就算不看，我也能确定就是她。落水都不挣扎，浑身紧绷往下坠，动都不动，刻意至极，分明就是做出来给我看的。况且她身上有伤。既然如此，那伪证就在钟大小姐手里了，那我们得赶紧拿回来啊！敢陷害镇北大将军府的，此人定不是寻常人，若任由此人兴风作浪，后果定不堪设想啊！他既能提前拿到伪证，定是知道些什么。他既然有防备，就将将军府的事先放着，让人远远看着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哎，世子，你刚刚为什么要救钟大小姐？想知道？你想？滚！我错了，滚快点！昨夜的事情不要告诉父亲母亲，我怕他们担心。但是主子，刚刚老爷已经知晓所有的事情，将钟灵霜关了禁闭，说是过2天还要送她去庄子里思过呢。主子，门外晋王府派来盯着我们的人都离开了，看来他暂时打消对我的怀疑了。对了，主子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你让我查的那个图腾有线索了，这是严家的族徽。
三皇子生母，严贵妃的母家。是啊，主子，这种种线索都指向了三皇子就是栽赃将军府的人。不一定，此事还有诸多疑点。三皇子和严府那边有动静吗？我们的人刚刚来信，说严相夫人刚刚出门了，去了那个地方。你确定严相夫人在这种地方？主子，你看，还真是严相夫人。我们的人查到，严相夫人私下经常来这南关馆，这里极为隐秘，外面看似是一间茶馆，实则里面内有乾坤，不是寻常人可以进来的。多亏了师姐这块高级令牌，要不然还真进不来。这里大多都是官眷，笼络如此多的官眷在此处，难道是背后之人想借官眷左右朝廷之人？若真是如此，朝中恐有大乱。两位贵客，今日这些公子都可随意挑选，小人也可作陪。贵客喜欢这一位，没想到主子就喜欢这口。抱歉，贵客，秦公子今日还没到，恐怕还得再等一等，不如换一位。毕竟这一夜7次，确实得费些精力了。哼，没来，这不正好？我就要他。还是世子厉害，终于啊，让王大龙招供出是三皇子指使他嫁祸将军府的。那咱们是不是要赶紧禀报圣上？王大龙说过，与他交接的人都未露面，只是亮出了象征三皇子身份的令牌。这种陷害当朝大将军的大事，怎会如此轻易就暴露身份？那三皇子和严相府今日可有异常啊？都无异常。不过严相夫人今日出府了，去了我们之前秘密探查过的那个茶馆。你说这严相夫人平时看起来正经又严肃，没想到这背地里好这口啊！世子，找到画像上的人了，他进了茶馆。真进去了？确定进到了内部。他手中有高级玉牌，显然不是第一次去了。这主姑娘挺会玩啊！派人进去看看他要干什么。是。世子，这家茶馆的主人很是神秘，我们至今还没查出来。另外，所有进去的人都必须出示特制的玉牌。那你们之前是怎么进去的？那个，我们安排了一个小官潜伏进去，但是今天他可能来不了。那里面的女人个个如狼似虎，他昨夜太激烈了，伤到了。另外，我们的人今天去找他了，正好撞上了来催他的人，说是有位出手大方的姑娘指名道姓的要点他。那人不会是钟姑娘吧？去，给我准备件衣裳。哦，是。贵客，您点的秦公子到了。还真来，进来吧。身材倒是不错，只是怎么还戴个面具？做这行的可能也怕碰到熟人。虽然我没打算对他做什么，但是这人怎么比我还害羞？公子怎么这么严肃？你真是秦玉公子？姑娘，怕我不是秦玉？怎么，你与那册子上描述的不一样，还不能让人怀疑了？姑娘觉得我与册子上不一样，是哪里不一样？是觉得我不会舞剑，还是体力不好？又或者，
姑娘觉得我一夜会少于7次。秦玉公子当真如此厉害？我还以为你昨夜没休息好，今天不行了呢。劳姑娘关心，本公子身体好得很，倒是姑娘还戴着面纱，像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。这是在试探我。刚刚在楼下就感觉有人在盯着我，看来是这幕后之人在怀疑我的身份。现在主意还在盯着颜相夫人，万不能暴露。我自生下来脸上便有一块疤，大师说谁看谁倒霉。自那以后我就不以命示人了。我来这里这么多次，都没能约得上公子。秦玉公子还真是忙得很。放轻松。这女人看来真的也是，上次在黑云寨，她也是如此会勾引人。你干什么？姑娘放松点，既然都不是第一次来了，那么定是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这人方才不是一副扭捏害羞的样子，现在怎么这般热情如火？该不会是吃药了吧？姑娘怎么了？公子不必如此，吃那种药伤身体，不如我换一个人，公子继续休息。我用什么药，姑娘不知道吗？这次是什么？软金散还是泻？这人是景玉衡，真是阴魂不散。姑娘逃跑的武艺长进不少，看来世子也长了教训。什么动静？秦玉，是你在里面吗？快坐。你快喊几声！喊什么？姑娘不会。那晚，你，秦玉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进来了。公子是没吃饭吗？怎么才这点力气啊？我可是听说你很厉害，特意点的你，又等了你一整晚。要不，公子吃点药？有人盯着，左边窗户有个小口。这茶馆幕后之人真是太谨慎，居然到了房里还要盯着。要不要吃药？姑娘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。现在怎么办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现在就偃旗息鼓，岂不是显得我不行？他真没事吗？虽然我那脚不算重，但之前师姐说这儿好像挺脆弱的。我没事。姑娘今天来这儿，不是来找秦玉的吧？没猜错的话，她是跟着颜相夫人来的。怎么不是啊？要不是被你打扰，本姑娘现在早就……早就什么？我比那秦玉强100倍。要不，我吃点亏。谁下？别动，还有人。下次撒谎，记得把你的耳朵也藏好了。下次公子也记得把耳朵给藏好了。秦玉，秦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床是里面的贵客弄坏的。哎呀，你的耳朵怎么流血了？这是谁家的夫人，竟如此彪悍？要不是这人一直摇，这纱帐能这么容易塌了？这死男人，竟然还想把脏水泼到我的头上！
这秦月我不满意，他技术太差，还说一夜7次，我看1次都不行，赶紧给我换人。抱歉，这位贵客，今日的事情都是我们的错。不过以您的实力，恐怕难有人招架。要不你来？贵客抱歉，小人不配，小人不配。窗户已经堵上，那人已经走了。姑娘招数可真多呀，真是令人防不胜防。要不先出去？王大龙那的东西是被你拿的吧？他怎么知道？你在说什么？不用否认，我知道是你。合作吗？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。和景玉衡联手，可以从他那里多知道些线索，但是这关系到将军府所有人的性命，不得不再谨慎一些。你可以再考虑考虑，想好了再来找我。这一口，下次再算账。世子，您从茶馆回来之后，就一直看着这个簪子笑，看着还挺吓人的。您不会是喜欢上这簪子的主人了吧？胡言乱语。没有就好。我觉得钟姑娘似乎对您并不感兴趣。我看你是太闲了。去，负重跑100里。100？哦，对我不感兴趣，不感兴趣偷看我沐浴，不感兴趣对我投怀送抱的。主子，奴婢今日可真是遭罪了。那颜香夫人玩的可花了，简直不忍直视，也没问出什么东西来。我们很可能被人误导了，幕后之人很可能与三皇子还有颜香无关。哦，对了，主子，这是我悄悄前去楼上屋子找到的，可惜守卫森严，我就只找到了这一个。这香囊的布料、丝线还有香料都是寻常之物，就是这上面的花纹有些怪异。一般布料上的纹样都为对称成双，但这上面的却毫无规律可言。你可见过林姨娘的绣品？林姨娘每月都会把绣品拿去知雨阁卖，奴婢也不曾注意过。要不我现在就偷几个回来？哎，不必，这样反倒更容易打草惊蛇。若他真是内鬼，那他必定要与外面的人联络，即便他自己不去，也定会让旁人帮他传递消息出去。这样一来，林姨娘每月送绣品出去卖，这件事就显得可疑起来了。你帮我留意一下，她什么时候再去卖绣品。娘亲，林姨娘当年是如何入府的？月儿是怀疑林姨娘有问题。当年你父亲带兵击退辽国后，朝廷设宴犒赏全军。当晚你父亲与大家相谈甚欢，喝多之后就在酒楼歇下。次日传出与一女子有染，那女子便是你林姨娘。虽然你父亲因为醉酒失忆无法自证，但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清白的，而我相信他。林姨娘怎么会出现在那儿？他说是来探亲的，但一直没找到亲人，便住在酒楼中。当晚回房时被你父亲撞上了。母亲不觉得这一切都太过巧合了吗？此事到底不好大肆宣传，也就没人彻查。说不定他只是算计你父亲，想入府过好日子。那他这么多年都不争宠，进府图什么呢？母亲，此事还需要再彻查。此事确实疑点重重，我会让你父亲再派人去查查他的身世。
娘亲，女儿就先回去了，查到什么消息再与您说。她去知雨阁了。是的，但是林姨娘只是将绣品卖给了掌柜的，又从掌柜那儿重新拿了些新的丝线布料，就回来了，并无异常。这些和香囊上的奇怪图案并没有相似之处，都是些寻常花纹。而且奴婢将所有绣品买走时，林姨娘也没什么反应。难道我们怀疑错了方向？这些绣品并没有问题，其他可还有什么异常之处？有一个事儿，不知道算不算是异常。林姨娘将绣品卖给掌柜时，是连带着包裹布一起给的，但掌柜后来给她丝线布料时，没有给原来的布，而是换了块新布。看来这些绣品确实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包裹绣品的那块布料。我倒要看看这知雨阁里有什么猫腻。这布好像要厚一些，这竟然是2块布缝在一起的。看来东西应是被藏在了这夹层里，只是现在已经被人拿走了。想来当初那张带着父亲私印的纸张，也是以这种方式被林姨娘送到了府外。计划完成的怎么样了？咱们的人抓走了王大龙的娘，他现在已经一口咬死幕后之人是三皇子了。要不了多久，将军府和三皇子就能势不两立。没了将军府的支持，三皇子不可能登上皇位。难道这人就是幕后真凶？干得不错，要不是那封信被人拿走了，咱们的计划早就成功了。他是谁？那就改变策略，反正我只要他死。是，属下一定竭尽全力。我终于要找到凶手。谁在那里？来人！追！快追！不好了，世子，钟姑娘今夜伪装去了知雨阁，现在正在被一群侍卫追杀。不会，她不会有事的。是我。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做这么危险的事儿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可以合作的，我可以帮你的。他这是在担心我。那世子不如帮着埋一下。说好的柔弱呢？你干嘛？腿伤成这样，你自己还能走吗？你要带我去哪？晋王府。好了，近期不要碰水就可以了。所以你带我过来，就是给我包扎腿的？我怕某人回去之后不敢请大夫。他这是在试探，还是已经发现了？如果发现了，那他为什么不戳穿我？他这样还挺可爱的。不过要是让他知道我早就发现他的身份，还看着他演，定会气得火冒三丈吧。你今夜查到了什么？他们派这么多人追杀你。我查到了陷害将军府的真凶，只可惜没看清他的脸，只知道他和知雨阁的掌柜有联系。我之前的人查到，知雨阁的掌柜常常出没那个茶楼，我怀疑茶楼的掌柜和你说的真凶是同一个人。我必须要马上找到他。我一定会帮你的。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做这么危险的事儿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可以合作的，我可以帮你的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喜欢他，我应该厌恶他才对。可为什么忍不住想去靠近，甚至会因为见到他，心中莫名欢喜？这就是喜欢吗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
师姐说，若心中有惑，要问个明白才舒服。可我现在得到了答案，为什么心中却比之前更不舒服呢？有一点。什么？我说，我应该是有点喜欢你。有点？那你呢？对我是不是也有一点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世子，我查清，你们继续。看来很快就要有世子夫人喽。剑。不知世子可否查出是何人在用这种剑？或许也能查到幕后之人。你为何会知道幕后之人用的是这种剑？这就是上辈子害死我们全家人的剑。这辈子，那幕后之人没料到我会提前拿走伪证破局。按照他们的计划，这些兵器定是已经备好了。能囤大量兵器的，肯定是位高权重之人。让他来查，再合适不过。世子只需去查，其他的我无可奉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找出幕后之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找出幕后之人。主子，今天是花灯节，听说灯会上有一盏何大师亲手打造的莲花灯，精致无比，咱们也去凑凑热闹吧。主子，自回京以来，咱们从来没在外面逛过呢。那好吧，走吧。哼，太好了。哼，这个主意，自己说要来逛花灯会的，人却不见了。对不起，我怎么是你啊？怎么，本世子还来不得这花灯会了？我倒是不知道，世子还有这样的爱好。要不是周月说看见他在这儿，我才不来这么吵闹的地方。你们是不是想抢我的花灯？没有，没有。妈妈，小弟弟，哪个不要命的要抢我儿子的花灯？跑啊！钟姑娘一路上拽着我，还被这么多人看到，我这名声怕是要臭了。钟姑娘是不是要给我一个交代？什么交代？你不也没反抗吗？昨日还说喜欢他，今日又来找我要交代，这晋王世子倒是多情的很呢。钟姑娘要对我负责啊！世子一向如此，处处留情。除了你，本世子何时与别人？糟糕，忘记他现在的身份了。说我现在坦白自己，早就识破了他，怕是要把人惹跑了。哼，世子昨日还……好险，差点暴露了身份。本世子昨日怎么了？昨日，我见世子与一女子在树林里拉拉扯扯。哦，你看见了？看见了。怎么，世子不方便说？他呀，他是我心悦之人。方才是我冒犯了，还请钟姑娘原谅。既然他喜欢玩这个扮演角色的游戏，到现在都不愿意告知身份，那我也只能陪着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就不打扰你。哎，
那个钟姑娘怎么气冲冲的走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宫里传来消息说，三皇子准备向皇上请求赐婚，对方是钟姑娘。什么？他是我心悦之人啊！明明是我，你用2个身份骗了景玉豪，现在他喜欢上其中一个，我居然会不舒服。可要是他对他们都留情的话，我也不高兴。我怎么会有这么矫情的想法呀？难道我喜欢上他了？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？哎呀，这脑子有问题了。对，没错。哎呀，谁啊？好漂亮呀！这是谁拿来的莲花灯？难道是竹叶？主子，你的黑眼圈怎么这么重？可能是昨夜有些没睡好。主子，我昨夜其实很想帮你赢得何大师的那盏莲花灯，但是还是差一点，被一个戴面具的男人赢走了。莲花灯？对啊，他赢了那灯，肯定是要送给心上人。据说赢得何大师花灯之人，必定能与心上人终成眷属，好浪漫啊！何大师的莲花灯怎么会在这儿？如果我说我是路边捡的，你信吗？难道是晋王世子？昨晚你俩还……你别乱说。大小姐，宫里来人了，请你即刻去前院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公公，小女已到，劳公公宣旨吧。看样子这事与我有关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闻镇北大将军长女温婉贤淑，品貌是赐婚的圣旨了。圣上要把我赐婚给谁？拒婚会是什么后果？会连累家中的吧？那逃婚也是一样了。要不假死逃脱吧。今特赐婚于晋王世子，以结秦晋之好。着礼部择吉日，筹备大婚事宜，钦此。竟然是他！臣女领旨谢恩。玉儿，你要是愿意，我们给你添妆送嫁；你若不愿意，为父帮你抗旨。父亲母亲放心，女儿心中有数。这种被护着的感觉真好，真好！我得找个地方把那个莲花灯供起来，这简直比拜月老还灵啊！谁？我，景玉恒。这么晚了，世子有什么事吗？赐婚之事，你可愿意？是我昨夜一时冲动，去宫中求了赐婚圣旨。若你不愿，我定不会勉强于你的。
不愿吗？也不是不愿，只是我跟世子并没有过多的交集。我有件事情想当面跟你说。好，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那你为何当时不告诉我？因为我害怕，我害怕我说了，你会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离开我。对不起。我还因为这个睡不着觉。什么？没什么。简玉豪，你不是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你吗？是。我愿意。角角，等我下片。皎皎明月，皎皎是及笄时父亲给我择的小字。这人倒是偷听了不少东西。上次偷听的人抓到了没有？不曾，那人武功高强，咱派去的人全死了。一群废物！将军府最近怎么样了？林姨娘传来消息，靖王向皇上求了赐婚将军府嫡女钟灵月的圣旨。将军府位高权重，定不能落入他人之手。魏奢去晋王府，就说我要恭贺他喜得良缘。是。来，玉衡，今日定要多喝几杯，日后有了夫人，可就不能这般肆意了。好，来来来，快来见过晋王世子。见过晋王世子。玉衡觉得二位姑娘此曲演奏的如何？殿下觉得如何？自是极好。你若是喜欢，我就忍痛割爱，送到你晋王府。不必了，多谢殿下的好意。玉衡可是喝多了？给我好好伺候世子。是。世子爷，您是不是喝醉了？钟姑娘，世子爷在二皇子府喝醉了，让您过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主子，此事有诈。您与世子还未成婚，怎么可能会叫您去接他？而且即便是真的，也不会派一个脸生的人来传话呀。看来今晚有好戏看了。我要是不去，他们这戏岂不是唱不起来了？主子，对方把你骗过来是想做什么呀？那就要看真正约我的人是谁了。那不就是了。如意，你先去找找人在哪。是。殿下。钟姑娘，这么晚了，钟姑娘怎么来我这儿？可是来找玉衡。方才席间她饮酒过多，此刻应该在休息，不如本殿带你去找她。
钟姑娘。啊，那有劳殿下了。嗨，都怪我，想着大喜之事，让玉衡多喝2杯。刚刚我已让府中舞女扶玉衡回去休息，可是舞女迟迟未归。方才席间，舞女一舞倾城，玉衡更是赞誉有加。莫非什么？钟姑娘，你放心，以你的身份，就是皇子也嫁得。若是玉衡今日负了你，本殿立刻向皇上请旨，为你取消婚约。如果你愿意，本殿的王妃之位那亦是可。不必了。哼，多谢殿下的好意。等你亲眼看到他在里面颠鸾倒凤，还不是乖乖投入我的怀抱？哼！若是您不嫌弃，我们姐妹2人愿意一同侍奉您。姑娘莫要伤心，3妻4妾很正常。我伤心什么呀？二皇子怕不是眼花了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什么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世子，我发誓，我什么都没做啊，是他们自己说爱慕属下的。看来我手底下的人魅力倒挺大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竟引得2位姑娘青睐。玉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明明没有出去的。殿下府中的点心不错，我让人又做了一份，本来想送到你府里的，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。是刚刚有人过来找我，说你喝醉了，让我带你回去。碰巧遇上了殿下，殿下好心带我过来找你。是吗？对，是本殿凑巧碰到钟姑娘，黑灯瞎火的，本殿认错人了，差点造成误会。既然钟姑娘已经找到玉衡了，那本殿就不打扰2位了。听说世子对他们跳的舞赞赏有加啊，不知他们跳的是什么舞啊？世子妃误会了，对他们赞赏的是2皇子，可不是我们家世子。这周月终于说了句人话了。你乱喊什么呀？属下知错，属下这就走。快走快走，我们回府吧。该死，竟然敢耍我！看来挑唆他俩是行不通了。通知李姨娘，叫她想办法引钟子云去后山，然后……是。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是合理求证，那话是2皇子对我说的。小脚没有否认，看来是真吃醋。哎呀，说正事，我上次画的剑可有消息？刚有了些眉目，我这边的人查到，有人在宣湖见过类似的剑。宣湖那边盛产铁矿，而且2皇子替圣上南巡的时候，常常会往返此地。看来2皇子有问题，背后之人一直在挑拨3皇子和将军府的关系。如果3皇子出事，他就是最大的受益人。可是如果他就是幕后之人，那他又为何要置将军府于死地呢？我在同你说正事呢。先吃点点心，放心，有我在。好吃吗？夜深了，你赶紧回府吧。
那我下次再来。我的嘴巴是不是碰到他的手指了？应该没有吧。主子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可能是热的吧。阿云呢？今日书院不是放旬假吗？这都晌午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奴婢去书院看看。月儿，查到林姨娘的身世了。母亲查出什么了？她曾是二皇子的奶娘。这样看来，他是二皇子的人了。那幕后之人就是二皇子了。只是我想不通，他为何一定要置将军府于死地呢？这些我和你父亲会去调查。你马上就要嫁人了，不要再管这些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您和父亲打的什么主意。你们想将我早早嫁了，是因为祸不及出嫁女，对吗？你既然明白，就应该听父亲母亲的。说，真有那么一天，好歹还能保全你。只要抓住幕后之人，将军府的所有人一定会好好的。母亲，你们是不是隐瞒了我一些什么？阿云，他是四皇子。阿云竟然是四皇子！本以为这个秘密无人知晓，没想到被二皇子知道了。怪不得他要覆灭将军府。主子，不好了！有人以您的名义把少爷骗去了后山。什么？那就改变策略，反正我只要他死。不好，阿云有危险。将这个伪证交给景云恒，让他速速进宫。是。这一时，伪证被我提前拿走，所以二皇子便决定直接杀掉阿云。我绝不会再让前世的悲剧发生。阿云，坚持住，阿姐来了。小子，放弃吧！你还指望谁来救你？你们到底是谁？为何要杀我？是我。二皇子，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要杀我？那好，我就告诉你，因为你是皇后的儿子，那个本该夭折的四皇子，只要你在一天，不就永远不可能坐上那个位置，所以你必须死。上！父亲、母亲、阿姐，阿姐别怕，我们都会保护你的。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是谁？是你啊，钟灵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一向身子虚弱，走两步就喘吗？阿云，你如何？我是已经死了，出现幻觉了吗？阿姐怎么会出现在此处？就算你会武又如何？今日你一样要葬身在此！动手！阿姐，小心！这真是我阿姐吗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会如此厉害？主子，带阿云先走。是。阿姐，阿姐，公子，你留下只会成为主子的累赘，快别影响他了。走。我可是皇子，你不能杀我！杀我可是要砍头的！二皇子一路南下，私招兵马，在宣湖大量开采铁矿，私造兵器。你怎么知道？不止如此，你做的伪证也是被我拿走。如今那封信件和你私造兵器的证据
都已经被景玉衡交给了圣上，我就算现在就地了结了你，也无妨。你个贱人，你个贱人！怎么，现在你也体会到这种绝望的感觉？今天我就替将军府报仇！是殿下，快走，快走啊！站住！景玉衡，你没事吧？景玉衡，景玉衡，别哭，你没中箭，里面穿了假的。好。一洒繁花似锦。好热。忘不掉你给的快乐，就算是施舍。二洒金玉满堂。只会时好好看看，我与你说的逃犯长得可一样。他是我心悦之人啊。眼角变温热。三洒夫妻和顺。九九，等我下片。十洒吉祥如意。景玉衡，你故意的是吧？拜。哇！早生贵子！礼成。我倒要看看母亲到底给了我什么，让我今晚才能看。母亲怎么能给我看这种图？你刚刚在看什么东西呢？没什么。真的吗？我看看。我就是随便看看。那我们就先从第一页开始。